以前程序员一天写50到60行生产级代码，状态爆棚也就200行。现在用编码代理，一个人一天能产出几千行，100倍的差距，这不是渐进，是断层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 Simon Willison 做 Dataset 那个在 Talking Postgres 播客里跟 Claire Giordano 聊出来的。在这期播客聊出来的内容里，你要直面的正是 AI 代码爆发后的认知失控。窗口在哪已经清楚了，可 AI 一天给你生成5000行代码，你一天能看完5000行吗？别说审查了，光通读一遍就够呛。这就是 Simon 说的，产出放大100倍，但你的认知容量一点没涨。以前写个功能可能要1周，这1周不只是写，也是让系统慢慢吸收这些改动，让设计逐渐成型的过程。慢本身就是一种纪律，现在 AI 几小时就把这1周的量给你吐出来，慢没了，旧纪律的锚点也没了，你没有时间在过程中消化，改动在成型前就被固化了。旧纪律崩在哪已经看得很清了。 Simon 用了个特别形象的比喻，拥有140个房间的温彻斯特神秘屋，那栋房子每个房间都在前一个房间的基础上随手加建，没有整体设计。AI 辅助开发的项目如果不主动控制，就是这栋房子功能越堆越多，没有人能说清整体长什么样。人月神话60年代就说过这个概念完整性。一个系统得由一小组人保持一个统一的设计愿景，否则每个功能都朝着自己的方向长，系统就散了。这段对话发生在播客的46分3秒。Claire Giordano 当场就说，这状态像温彻斯特神秘屋，两人一拍即合。顺着播客里这个神秘屋的状态往下， Simon 指出行数在特定前提下再次有了参考价值。真要数代码行数，现在有非常成熟的工具，比如 Cloak。 过去每天几十行的上限已被打破， AI 让代码产出速度提升上百倍，它能准确数出各种语言的物理形数，对比不同版本的差异。工具怎么挑已经有了底，可你别忘了，形数能数出来，你看得完吗？ Simon 真正想说的是，代码不再是瓶颈，你的认知容量才是。生成5000行和消化5000行是两码事儿。所以团队还存在，但理由变了。以前找4个工程师是为了合起来1个月写2万行，现在 AI 一个人就能产出这个量。团队存在的意义是负载均衡认知，每个人负责读、评、理解其中一部分，而不是写。你算一下账就慌，一个人每天能审查500、1000行代码， AI 一天生成5000行，审查流直接堵死。这也是 AI 写码工具从生成转向审查大爆发的原因。传统静态分析工具是规则匹配，只能发现已知模式，理解不了这个改动有没有破坏业务语义。新一代 AI 审查工具能做语义理解，才能跟上这个速度。所以 Simon 的结论很硬，单人靠 AI 能做出惊人产出。虽然 AI 让代码产出速度提升上百倍，但缺少团队协同和把关，系统一定走向概念崩塌。功能越多，死得越快。为了挡住这种因功能失控而加速崩塌的局，你得主动建起城墙。所以在做自动化审查时，检查它能否真正维护概念完整性。毕竟 AI 生成的代码量暴增，但个人认知容量有限，根本看不过来。这才是你最需要关注的避坑点。